今天做一个无糖无油的硬欧包，这个对于减脂的姐妹来说也特别友好，当早餐很方便。刚做出来就是这种外表特别的酥脆，里边胶质感满满。做欧包其实特别简单，用到的食材也简单，只需要4种。你外面买一个要10几20块钱的欧包，自己在家做真的特别划算。再配上自己做的有劲小番茄。今天还是豆包给的配方和做法，非常靠谱，你们可以试试。我把具体的和面比例还是打到公屏上，你们按照这个和面就行。其实面包它都有一个基础款，你只要把这个基础款学会了，其他的口味你可以自己叠加。如果喜欢吃全麦的，那就用全麦粉是一样的。我这个是没加糖的，但是我少加了一点点蜂蜜，大概10几克吧。如果你不喜欢也可以不加。我是觉得加了蜂蜜以后，它这个不甜，但是味道会很好。还有一个它更容易上色。面团的含水量还是挺大的，就是把它搅到没有干粉，放到冰箱里水和半个小时到40分钟，拿出来做第一次拉伸折叠。这个其实和恰巴塔的做法也差不多的。做完了拉伸折叠，把光滑的面朝上，然后把它往底下收一下，这样还是放到冰箱里水和半个小时，再拿出来做第二次。第二次的时候，这个面筋看着明显就变长了，也可以拉得更长，还是同样的方法，就是拉到拉不动为止，然后再摔打几下，最后还是放到冰箱再做第3次。这个做每次拉伸折叠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拉不动为止，然后把它摔打几下，或者是整理一下，翻过来让光滑的面朝上。做完最后一次就不用再放到冰箱里冷藏了，就放到暖和的地方醒发到2倍到2.5倍大。发好就能做了。现在把揉面垫上多来点干面粉，然后倒扣到揉面垫上。现在这个面就是充满了大气孔，你不用把它排气，稍微的整理一下就行。做恰巴塔或者是硬欧包一类的这种面包，如果想气孔更好，那就是头一天晚上把拉伸折叠都做好了，放到冰箱里冷藏发酵1个晚上，第2天早上做，这样的气孔就比我这样要更好。我这个直接是做的小的，这种整形也就是像叠被子一样，你多卷几次，然后卷好了把那个封口的地方捏严就行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小的一个个很麻烦，那你也可以做一个大的，是一样的。做这种含水量高的面包就一定要塑形，如果不塑形的话，在2次发酵的过程中它就会摊下来，会变得很扁，所以那样气孔也不好。我没有发酵篮，我平时做欧包或者是恰巴塔，我都会用硅油纸这样叠起来把它给隔一下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想就是做出来形更好，那你就用发酵篮发酵。全部都做好了，把它盖上保鲜膜，大概2次发酵得40分钟到50分钟，你也要看一下状态。你看我这个发好了就是这样的，然后现在我又放到冰箱里冷冻了大概有20分钟，它就没有那么瘫软，把它移到烤盘上，现在就能割包了。为啥要冷冻一下？因为冷冻完了割包比那样割要好割一些。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做呀，或者是自己吃，就不用要求特别高。像我这样，你看着它气孔没有那么大，但是也特别好吃，皮儿是那种薄薄脆脆的，里边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好的。烤箱还是提前预热，我用的是欧包模式。如果没有这个模式的话，就是上下火220度，大概烤个12-13分钟就行。烤箱如果没有蒸汽功能的话，那入炉之前就往这个面包上喷点水，